翠萼凌晨站，清香逐处飘。电视剧《梦华录》里的花魁张好好开口一唱，皇城丝丝宫雷镜，即刻合拢双手一拜。这是御诗啊，御诗，不错，是皇帝写的诗。《梦华录》里的皇帝宋真宗赵恒，968年至1022年就爱写诗，他的诗写得如何？挑灯西窗下，书香伴我眠。大家好，这是读书频道西窗书香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《梦华录》里，琵琶高手宋引章与花魁娘子张好好组成弹唱组合，受邀到宰相萧钦言寿宴上表演。他们呈现的是宋真宗的海棠诗。这位皇帝共写了2首五言律诗《海棠》，剧中把2首诗合并成一首歌。先看其一：翠萼凌晨站，清香逐处飘。高低临曲坎，红白兼线条。润笔攒温玉，凡如醋酱消。尽堪图画曲，名笔在僧谣。译成白话是：翠绿的花萼在清晨绽放，清新淡雅的香味随处飘散。群花挨着曲折的栏杆，高高低低的在纤细的枝条里开出红白相间的花，温润如聚集的美玉，紧簇如红色的薄纱。这一切全都可以入画，就像出自南朝名家张僧繇的手笔。第2首：春绿行将半，繁枝忽径芳。霏霏寒素雾，灼灼艳朝阳。细蝶栖轻蕊，游风逐远香。物华流复咏，非独物雕章。意思是，春季还过不到一半，繁茂的枝上已竞相开花了，含着昨夜迷蒙的雾气，朝阳下显得艳丽明亮。飞舞的蝴蝶轻轻地栖息在小小的花蕊上，飞来飞去的蜜蜂追逐住随风远扬的芳香。美好的景物自然让人留下诗文，那可不是刻意的修饰文辞啊。海棠花姿潇洒，花开似锦，花色艳丽，自古以来就是雅俗共赏的名花，有花中神仙、花贵妃、花尊贵之美称，在皇家园林中常与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相配植，形成玉堂富贵好兆头。宋真宗的2首海棠诗，歌颂春天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彰显人间太平，是太平天子的美好想象。物华流复咏，非独物雕章。宋真宗说得好，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多爱海棠，也是皇帝的唐明皇就把他的爱妃杨玉环比喻成海棠花。据史料记载，唐明皇一次召杨贵妃同宴，而贵妃宿酒未醒，便乱拆鞋。皇帝不但不生气，还说海棠睡未足也，这是睡不够的海棠花啊。从此海棠成了美人的代名词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就是个海棠迷，他借用这个典故，写下这首著名的海棠诗：东风袅袅泛重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春风轻轻吹拂，海棠花的阵阵幽香在氤氲的雾气中弥漫开来，沁人心脾。天上的一轮明月早已经移过了院中的回廊，只怕夜深了，海棠花睡住了，所以点上蜡烛继续观赏。苏东坡悄悄地告诉你，他看海棠已看了1天1夜还看不够，夜深了还要秉烛观赏呢。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便为海棠写下脍炙人口的小令：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天晚上风吹雨打，我喝醉了，睡得太香，没来得及照顾院里的海棠花。醒来后生怕落花满地，不敢去看。我试着问房内侍候的婢女、卷帘人，才知道海棠依旧娇艳。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，红花凋零了，真叫人意外的惊喜。说回宋真宗赵恒，宋真宗的海棠诗自然无法与这2大诗相比，但身为宋朝的第3位皇帝，宋真宗御驾亲征，与来犯的辽国签订著名的澶渊之盟，宋辽结为兄弟之国，为2国取得100年和平。当时力主皇帝出征的正是宰相寇准，也就是剧中为宋引章在琵琶上题写封国2字的清流派代表人物柯正。柯正通音律，工书法。他在听了张好好与宋引章的海棠后，认为唱得不过尔尔，琵琶倒是弹得不错，并在顾千帆以金鸡玉块、
舞剑切礼于余生贺寿后，要求宋引章再弹一曲。宋引章弹的是凉州大变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，赢得苛政赞赏，并在琵琶上题字。宋引章一举成名。宋真宗的诗也许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他的一篇劝学诗里的句子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只要勤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就能得到财富和美女。宋真宗为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、参政治国，的确下了苦心。宋朝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文治最好的朝代，开国皇帝赵匡胤定下的重文轻武的国策，以及宋真宗的百年和平与劝学的努力，功不可没。宋真宗的劝学诗虽写得俗气，但千年来一直被读书人奉为经典。今天，在追求财富、人人向前看的年代，黄金屋与颜如玉也依然有它的魅力呢。宋真宗的皇后刘娥969年至1033年也是个传奇人物。老爸是地方长官，死于战争，1岁时母亲也病故，自小在苦难中长大，聪明伶俐，学习唱曲，声音甜美，加上容貌出众，很快就红了起来。13、14岁时嫁给一个银匠为妻，并随夫到京城开封营生，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。在开封，刘娥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，名气越来越大。当时年仅14岁的少年赵恒是个戏迷，听说刘娥芳名，便偷偷去捧场，一见花容月貌的刘娥就被迷住了，把她带回私宅。老爸宋太宗得知小子迷恋戏子，勃然大怒，命令赵恒即刻把刘娥送走。赵恒阳奉阴违，把刘娥藏在亲信家里，偷偷与他私会。聪明的刘娥开始勤奋读书，研习琴棋书画，更讨得赵恒欢心。刘娥是赵恒第一个真正爱上的女人，并且爱了一生。公元997年，太宗驾崩，29岁的赵恒即位做了皇帝，即召刘娥进宫，封为美人，不久册封为贵妃。刘娥虽恩宠日深，可惜不能生育，便来一招接父生子，把自己的丫鬟李氏送给了赵恒。年轻的李氏不久就怀孕了，产下一个男孩，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。不久，刘娥在朝臣反对下被立为皇后，史称刘皇后。这就是《梦华录》剧中清流派与后党党争的历史背景。《梦华录》的主人公赵盼儿的贱籍身世与刘娥出身相呼应，的确是巧妙的安排。赵恒逝世后，刘娥垂帘听政，这就是电视剧《清平乐》的故事背景。刘娥将李氏生的孩子占为己有的故事，后来被演绎成戏曲《狸猫换太子》，是至今舞台上仍在扮演的剧目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期再见。